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所以，财富结构究竟是怎么划分的？每个阶层的资产和负债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你可能以为你是中产，但当你把自己的资产和负债结构放到数据里，你可能会发现，你以为的中产其实是后50%，你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其实比真实的中产还要落后，或者你以为自己也就是普通水平，但你可能已经在前25%甚至前10%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阶层从来就不是收入决定的，而是资产与负债的结构决定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们要用美国最权威、最新的美联储 ICF 调查数据，来揭开一个你可能从未真正了解过的问题：社会阶层和资产结构的关系。为了确保明晰，我们统一使用 SCF 的5个家庭净资产分组。第一，后25%，也就是0到25%为底层阶级；第二组25%到50%为下中产阶级；第三，50%到75%为核心中产阶级；第四组75%到90%为上中产阶级；第五，前10%，也就是90%到100%为富裕阶级。这5档就是美国真实财富阶层很严格、很科学的画法。我们先来看每一个阶层的净资产中位数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件事：财富差距是指数级的，不是线性的。后25%基本没有净资产，中位数仅仅为$3500。25%到50%下中产净资产也就不到$10万。50%到75%进入到核心中产，净资产大概是$36万。75%到90%上中产净资产开始超过了$100万。前10%富裕阶层净资产接近于$380万，相差的不是1、2倍的问题，而是每提升一个阶层，就是财富世界的完全换挡。如果看平均值，差距还要再扩大1倍。后25%底层阶级的平均净资产为负$5600，也就是负资产。前10%富裕阶层的平均净资产为$777万，也就是将近$800万。看到净资产分布，你应该明白，收入决定你能不能活下去，但净资产结构决定你属于哪个阶层。接下来我们来看 SCF 里边最重要的一张表，资产持有率。你会看到美国阶层差距背后的真正秘密不是收入差，而是你拥有什么样的资产，以及他们会不会自己长大。第一档，底层阶级，也就是后25%的家庭，这是美国最脆弱的家庭群体。SCF 的数据显示，8.1%的家庭拥有自住房，24.1%的家庭持有股票，20%的家庭有退休账户，4.4%的家庭持有企业股权，1.1%的家庭持有其他房地产。也就是说，92%的家庭没有房，80%的家庭没有退休账户，96%的家庭没有企业股权，而也仅仅只有24%的家庭持有股票。我们来看看各类资产的平均值，他们的房子平均$14万，价值不高；股票平均$7300，和退休金平均$12700，金额低到无法产生复利，企业股权几乎没有。此外，大家注意，关于资产结构 ，ICF 不公布中位数数据，因为绝大多数的家庭并没有某些资产，例如房产或企业股权。如果我们用中位数，很多资产的中位数其实会是0，所以我们使用 SCF 官方提供的平均值来衡量资产结构。所以底层阶级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没有钱，而是大部分人没有买资产去参加任何形式的复利，没有意识去购买资产，财富就基本没有增长能力，没有复利，也没有办法积累，也就很难跨越阶层。这群家庭不是穷，而是无法启动财富飞轮。第二档25%到50%下中产，你也可以叫他们边缘中产，资产持有率明显提高，70%的家庭拥有自住房，47.6%的家庭持有股票，47.2%的家庭有退休账户。听起来还不错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他们还是几乎没有企业股权，仅仅9.5%的家庭持有，投资金额非常有限，最大的资产仍然是房屋净值。
我们来看看下中产阶级各类资产的平均值，他们的房子平均187500美金，股票平均23200美金，退休金平均33900美金，企业股权平均2万美金，都比下层阶级有明显的增长，但整体数额都不大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状态，有资产，但增长能力很弱。第三档50%到75%，核心中产，这是美国最典型的中产阶级，他们的资产持有率进一步上升，91.5%的家庭有自住房，68.3%的家庭持有股票，62.9%的家庭有退休账户。我们来看看典型中产各类资产的平均值，他们的房子平均327400美金，股票平均68300美金，退休金平均106200美金，企业股权平均约为12万美金，比下中产进一步提升，整体数额也在逐渐变得可观。乍一看觉得不错，但你必须看到重点，他们的财富高度集中在自住房上，91.5%的家庭有自住房，股市投资的金额相对不大，也就是说，房价涨看起来就很有钱，房价跌财富就瞬间蒸发。典型的中产阶级看似稳定，实则风险最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财富没有多元化，只有一个核心支点：房价。第四档75%到90%上中产，这层家庭的资产开始呈现多元化，94%的家庭有自住房，89.5%的家庭持有股票，84.8%的家庭有退休账户，26.3%的家庭持有其他房地产，甚至有超过1/5的家庭持有企业股权。我们来看看上中产阶级的各类资产的平均值，他们的自住房平均568900美金，股票平均276200美金，退休金平均328600美金，企业股权平均258600美金，比典型中产进一步提升，整体数额也变得相当可观。然而，这一阶层是全美国最容易滑落的群体，也最容易在经济周期中受到冲击。他们有资产，也开始投资，但没有足够的现金流，财务自由仍然遥远。他们已经不是典型中产，但也还不是真正的富人。第五档前10%富裕阶层，现在来到美国财富结构的最核心的群体。前10%的富裕阶层，资产持有率几乎是全面开花，95.4%的家庭有自住房，95.5%的家庭持有股票，91.3%的家庭有退休账户，43.8%的家庭持有其他房地产，47.9%的家庭，几乎是一半的家庭持有企业股权。前10%的家庭的资产结构不是积累钱，而是积累资产的增长能力。SCF 的数据完全验证了这一点，近一半的家庭拥有企业股权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股票和退休金，房子只是其中一部分，而不是财富的主体。我们来看看富裕阶层各类资产的平均值，他们的房子平均约为126万美金，股票平均约为243万美金，退休金平均130万美金，其他房地产也达到了112万美金，而最核心的是企业股权，平均价值高达462万美金。看数字你会发现，房子在前10%的财富盘子里不再是舞台的主角，而只是配角。前10%的人群是唯一在企业股权、股票、退休账户3个大类都超过房产价值的阶层。这意味着富人和中产的差别不是多赚一点钱，而是拥有完全不一样的资产引擎。这也说明了富裕阶层的财富增长速度是来自于资产，而不是工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了3件极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美国阶层按净资产划分，而不是收入。你赚多少不重要，你拥有什么资产才最重要。第二，中产阶级的财富结构极度脆弱，他们看起来还不错，但如果房价不涨，他们的财富就停了。富裕阶层的财富模式不是有钱，而是拥有能生钱的资产，比如股票、企业股权、其他投资型房地产，这才是财富加速的核心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很多人以为有钱人没有债务，没钱人才有债务，现实完全相反，穷人的债务是陷阱，富人的债务是工具。为什么？因为债务的用途、利率背后的资产完全不同。
我根据 SCF 的数据整理了各类债务的平均金额以及各类债务的持有比例。我们来看看美国各阶层最深层的结构差异。后25%的底层阶级，危险的债务结构。SCF 的数据显示，这个阶层的学生贷款平均为$57,500，有32.4%的家庭有学生贷款，为所有阶层中最高的。这里只有5.3%的人有房贷，因为大部分的家庭都没有买房。而分期贷款的持有率高达59.2%，分期贷款平均达到了$43,200，比例和金额都高居所有阶层的第2位。还包括$9,600的其他债务，比如医疗账单等等，以及$5,200的信用卡债务。底层25%的群体，问题不是欠了多少钱，而是债务没有任何的资产对应物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借来的钱不是用来买资产，而是用来填补生活的漏洞，比如医疗账单、消费分期、车贷等等，每一类都是高利息，每一个月都在损害净资产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机会启动复利，收入带来了更多的负债，负债让你更难投资，更没有资产，而且负债也会越来越重，这是一个反向的财富飞轮。25%到50%以及50%到75%是典型的中产房奴结构。这两个区间，他们主要的债务是房贷和车贷，以及最高持有率的信用卡债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中产是靠房价支撑净资产的阶层，一旦房价停涨，他们就失去了财富的增长动力。房子是资产，但也是杠杆；房子是财富，但也是风险来源。所以，美国中产的最大特征是财富单一、高杠杆、流动性差、投资能力有限。只要经济进入衰退，这一群体最危险。那么75%到90%，他们是有杠杆、有资产，但也有压力。这一阶层的债务结构开始比较复杂了，房贷55.6%的持有率，车贷34.8%的持有率，学生贷款12.6%的持有率，信用卡欠款34.3%的持有率。其实上中产不是自由阶层，他们的资产多，但负担也重，他们的孩子教育花费高，房产税高，生活档次也高。虽然表面净资产过百万，但真实的现金流未必宽裕。这是一个资产大、杠杆大、现金流紧张的群体。那我们看前10%，富人的债务不是负担，是投资武器。SCF 显示，前10%的群体基本上各项债务，比如房贷、分期贷款、其他债务等等，都是最高的。很多人看到数字会误解，富人也欠这么多钱，是不是也很危险？完全不是，富人的欠债是为了投资更大规模的资产，而不是填补生活黑洞。比如前10%的家庭的分期贷款很多来自于商业贷款、投资房贷款、杠杆收购、低息借款进行资产配置等等。后25%的群体借钱是为了活下去，而前10%借钱是为了资产跑得更快，这才是阶级差距的真正本质。到这里就要提到，储蓄能力其实是决定你未来能否翻身的一条隐藏的阶层线。因为储蓄能力本质上等于可投资能力。我们来看数据，这张表告诉我们，越往上走，有投资的家庭比例越高。后25%没有多少家庭投资，而前10%几乎人人在投资。我们再结合 Bankrate 的最新研究，在美国59%的人拿不出$1000去覆盖应急支出，这更加说明财富差距不是收入差距，是持续储蓄和投资能力的差距。所以为什么阶层差距会越来越大？首先是阶层之间的资产种类不同，这会导致年化收益率不同。比如房产的平均年化回报率约为3%到4%，股票约为8%到10%，而公司股权的年化回报可以达到10%到20%，甚至更高。后75%的家庭的资产主要是房子，而前10%的资产主要是股票和企业股权。结果是什么？相同的时间，不同的资产增值速度，10年后财富差距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其次，阶层之间的现金流能力不同，这导致投资的能力差距越来越大。后25%负债吞掉了现金，中产房贷吞掉了现金，前10%还有现金流可以持续投入资产。所以越穷越没能力投资，越没能力投资就越穷。
此外，阶层之间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，市场波动反而进一步扩大差距。比如后25%的家庭，一次意外的医疗账单可能会导致家庭破产；中产房贷利率上升或是房价下跌，可能会导致生活崩溃。前10%的家庭，如果股票跌30%，因为有储备存款，正好可以加仓。同样是经济周期，不同的阶层的反应完全相反，结果财富差距越来越大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是前10%，那怎样才能跨越阶层呢？第一，让投资型资产大于房产价值，这是关键的临界点，这是中产向上突破的根本。只要你的股票、退休金、企业股权、其他投资等等加起来超过了房子价值，你的财富增长速度就会发生质变。第二，清除所有高利率的债务，比如信用卡债务、个人贷款、高息分期贷款，这些是财富黑洞。第三，建立6到12个月的现金缓冲期，也就是建立风险承受能力。没有缓冲区，就无法在市场大跌时做出正确的决定。第四，强制储蓄15%到20%，也就是投资纪律大于投资技巧。储蓄能力决定你未来能否跨越阶层。第五，至少拥有一个现金流资产，比如小生意、副业、出租房，以及任何能产生持续现金流的系统。前10%的家庭靠的不是工资，是资产结构。今天你看到的不是一组数字，而是美国财富阶层的最真实的样子。你应该已经非常清楚，阶层不是收入决定的，而是资产结构决定的。中产阶级并不安全，他们只是看起来体面。前10%靠的不是高工资，而是高增长的资产。财富差距不是1年造成的，而是10年资产结构差距的复利结果。那你觉得自己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呢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